各位朋友，咱们今天聊一个很多女性朋友都特别在意的话题，就是美和魅力的事儿。很多人觉得美就是脸蛋漂亮、身材好，其实这个观念错了。西方人看问题比较直接，看数据，看皮囊，看年轻的比例。但咱们中国人从来不看一张皮，我们看的是什么？是气，是神，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韵味。我常说一句话，易经告诉我们要顺应天道。什么是天道？春夏秋冬，生老病死，这就是铁打的规律。你非要跟老天爷对着干，说我不老，我要永远18岁，那个叫什么？逆天而行，最后是要吃大亏的。现在社会上很多女孩子，甚至50岁的阿姨，为了脸好看去打针动刀子。我不是说绝对不行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但你要搞清楚根本。你把脸皮拉得再平，眼神里的光没了，气场浑浊了，在明白人眼里，那不叫美，那叫怪。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核心概念，真正的魅力不是拼一时皮囊，而是靠一世修养。这个观点很重要，各位记在心里。顺着这个思路梳理，易经讲变易，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。女人的容颜随着岁月流逝，皱纹长出来，胶原蛋白流失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你不要怕。孔老夫子讲30而立，40不惑，50知天命，对女人的容颜也一样。我在这里要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做相由心生。这句话谁都会讲，但真正懂它深刻含义的人很少。什么意思？你30岁之前的长相是父母给的，是老天爷赏饭吃，长得漂亮是你爸妈基因好，跟你关系不大。但你40岁以后的长相要你自己负责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几十年的经历，你的修养，你的脾气，你的性格，你读过的书，你做过的善事或者恶事，全部都会点点刻画在你的脸上。你观察一下周围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年轻的时候惊为天人，像花瓶一样，到了40岁、50岁，满脸横肉，一身戾气，或者满面的苦相，让人看了就不想亲近。这为什么？说明这几十年心没有修好，心里装满了抱怨、计较、贪婪、嫉妒，这些负能量的东西日积月累，就把面相改了，改坏了。反过来，我也见过很多女性，年轻的时候很普通，人堆里找不着，但到了50岁、60岁，反而显出来了。你看她慈眉善目，雍容华贵，特别有亲和力，想跟她说话，想跟她待在一起。这就是我们讲的越老越有魅力。这个魅力从哪里来？绝对不是涂脂抹粉，也不是穿金戴银，它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，是修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研究易经，研究命理，就是在研究这种变化的规律。一个女人到了下半场还想拼颜值，那是很可悲的，因为你拼不过20岁的小姑娘，下半场拼什么？拼内功，拼德行，拼智慧，拼你身上那个磁场。各位要记住，女人是家里的风水，这不是迷信。你仔细想想，一个家庭里，女性往往是情绪氛围的核心。一个母亲，一个妻子，如果整天焦虑烦躁，看谁都不顺眼，
家里装修再豪华，气场也是冰冷的。老公不想回来，孩子想往外跑，这个家就散了。反过来，如果女主人稳得住，有修养，笑呵呵的，这个家就是个聚宝盆。所以，女人越老越有魅力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好看，是为了整个家族的兴旺，是一种责任。那么，究竟什么样的女性才能做到越老越有魅力？在易经的卦象里，在面相学里，它是有特征的。我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和研究，总结了6大特征。你如果具备3个以上，就是个有福气的人。如果6个都具备了，那就是我们讲的人间富贵花。你不仅自己好，还能旺3代。这6大特征不是什么双眼皮、高鼻梁那些浅薄的东西，我们讲的是神态，是举止，是那种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东西。接下来我一个一个给各位剖析清楚。我希望各位女性朋友听了以后，能对着镜子照一照，对着内心想一想。我们哪怕从今天开始修，都来得及。第一个特征，也是我认为最基础、最核心的，叫做坤德之美。各位，什么叫坤德？读过易经的都知道，64卦。第一卦是乾卦，代表天，代表阳，代表男性。第二卦就是坤卦，代表地，代表阴，代表女性。坤卦的卦辞怎么说的？厚德载物。我现在请问各位女性朋友，你们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最大的魅力是什么？很多人会告诉我是温柔，没错，是温柔。但现在的年轻人误解了这个温柔，他们以为说话嗲声嗲气，什么都依靠男人，没有主见，那叫温柔。那个不叫温柔，叫软弱，叫依附我眼里的坤德，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。你去看大地，大地争不争？争。但高楼大厦在它上面，垃圾脏水到它身上，它也承载你种花种草，让它生长。它从来不抱怨说你这个房子太重了，压死我了，这个垃圾太脏了，我不要。它全部接纳，然后把它转化变成养分，孕育出万物。这种包容力，才是女性随着年龄增长最应该修出来的魅力。为什么这一点对上了年纪的女性特别重要？你想想，女孩子在17、8岁、20来岁，那是春天的花朵，可以任性，发点小脾气，大家觉得可爱，那是靠青春的形在支撑。但到了40岁、50岁，你如果还动不动就发脾气，动不动就抱怨，那是很可怕的。我见过很多家庭主妇很辛苦，为家里做牛做马，但全家人都不感激她，老公躲着她，孩子讨厌她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嘴巴碎，心里装不下事。老公做错一点事，能念3天，孩子考砸了1次，能骂上1晚上，这就叫得理不饶人，这就叫坤德不厚。你在抱怨的时候，你的面相在发生什么变化？各位可以去观察一下，一个常年喜欢抱怨、心里装不下事的女人，嘴角绝对是向下垂，我们叫覆舟口，像翻过来的小船一样，福气全都漏掉了。2个眉毛中间印堂的位置会有1条或者2条很深的竖纹，我们叫悬针纹，这在面相学里是大忌，叫破格。你五官再精致，只要这2条纹出来，只要嘴角一耷拉，那一脸的苦相和刻薄相就出来了。这种人谁看了都想躲远点，
哪里还有什么魅力可言？反过来，那些越老越有味道的女人，一定是具备坤德的。她像大地一样沉稳，家里出了事，她不慌，不先去责备谁，能把事情承载下来，兜得住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老公做生意赔了钱，或者在单位受了气回家，那个没有修养的女人马上就开始骂，你看你有什么用？早就告诉你不要这么干。这一骂火上浇油，家里的风水立马就坏了。但是那个有坤德的女人怎么做？她可能一句话都不说，给你倒一杯热茶，拍拍你的背，她的眼神告诉你，没关系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各位，就在这一瞬间，这个女人的魅力是光芒万丈。这种魅力能让男人死心塌地，能让孩子感到无比安全。这种魅力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宽容，这种宽容反映在脸上什么样？面部线条变得非常柔和，哪怕身体发福胖了一点，那也是富贵胎。脸是圆润的，像15的月亮一样，充满了光泽，眉宇之间是舒展的、开阔的。你去看观世音菩萨的像，永远是慈眉善目，永远是安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能装得下众生的苦。所以我给各位女性朋友一个建议，要修这个坤德，就要学着把心量打开，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或者遇到别人冒犯你的时候，先停3秒钟，不要马上发作。你告诉自己，我是大地，大地是不会跟一棵小草计较的。你能包容多少委屈，就能成就多大的福报。这个道理听起来好像很吃亏，说凭什么我要忍？不是让你忍气吞声，而是让你站在更高的维度去俯视这些问题。当你不在意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时，身上会自然散发出一种大气，这种大气就是贵气。一个女人到了中年以后，漂亮不漂亮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身上有没有这股贵气。这股贵气就是从厚德载物里面修出来的。而且大家要晓得，坤道是讲究顺的，不是顺从老公，而是顺应天道，顺应形势。水流到哪里，我就顺着去哪里。但是我能把那里的地形改变了，这叫以柔克刚。那些越老越有魅力的女人，往往不是家里最强势的那一个，但绝对是家里最有分量的那一个。她说话声音不大，但全家人都听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有德行。所以这第一大特征，就看你能不能容。你的脸就是你心量的显示器，心宽了，脸自然就舒展了；心厚了，福气自然就挂在脸上了。这是整容医生做不到的事情，要靠你自己去修。第二个特征非常关键，它直接决定了一个女人是有灵气还是变得庸俗。这个特征叫做眼神清澈知世故而不世故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小孩子的眼睛是最漂亮的。你去看看刚出生的婴儿或者3、5岁的小孩，黑眼珠特别大，眼白特别白，水汪汪的，像一潭清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心里没有杂念，先天之气是足的，天真无邪，那个真权在眼睛里。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，看了太多尔虞我诈，经历了太多挫折磨难，慢慢的，很多人的眼睛就变了，变得怎么样？有的变得浑浊了，我们叫人老珠黄。其实这个珠黄指的就是
眼白变黄了，眼神透亮了，有的变得凶狠了，充满了杀气，有的变得呆滞了，没有光了。但那些越老越有魅力的女人，你仔细去观察她的眼睛，哪怕她脸上有了鱼尾纹，哪怕眼皮有点松弛了，但她的瞳孔依然是清澈，是定的，是有光的。这种清澈跟小孩子的清澈还不完全一样。小孩子的清澈是无知，是因为不懂事，所以干净。但这个成熟女性的清澈是了知，是她什么都懂了，什么都看透了，但她依然选择善良，依然选择保持内心的纯净。这就叫知世故而不世故。这在易经里对应什么？对应坎卦。坎代表水，水的特性是什么？利万物而不争。水是至亲的，也是至深的一个有魅力的女人。她的内心就像深潭里的水一样，表面上波澜不惊，实际上深不可测，有大智慧。我常讲一句话，看透不说透，这是人生很难的境界。很多女人到了中年，特别喜欢说透，看到别人一点小毛病马上指出来，看到社会上一点不公马上愤愤不平，看到老公撒个小谎马上要拆穿，闹得鸡飞狗跳。她以为这是聪明，其实这是蠢。你的眼神里透出来的是精明，甚至是刻薄。男人看到这种眼神是会害怕的，是会有压力的。而那些真正有魅力的女人，她有慧根，她看那个事情，看就明白怎么回事，但她不说，她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我懂你，我不怪你的慈悲。比如说她在外应酬，看到各种各样的场面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但她依然能笑得出来，依然能保持得体。她不会因为看了太多黑暗就变得愤世嫉俗，也不会因为受过伤就关上了心门。他眼里依然有对生活的热爱，依然有对美好的向往。这种眼神我们叫含蓄的光芒。从中医的角度讲，眼睛是通肝肾，肝开窍于目。一个女人如果长期焦虑、生气、熬夜、肝血不足、肾精亏损，那眼睛一定是干涩的、无神的。所以能保持眼神清澈的女人，说明她懂得养生，懂得养心，身体机能良好，气血充盈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健康的魅力。那么怎么修这个眼神呢？第一，要少看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多看经典。现在的人整天盯着手机看短视频，看八卦新闻，你的眼神就被那些杂乱的信息污染了，变得浮躁。你每天花半个小时读易经，读道德经，或者哪怕静坐一会儿，闭目养神，让你的神收回来，藏在心里，不要外泄。第二，要学会内观。当你有情绪的时候，不要急着往外发泄，要向内看，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生气？这个事情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当你学会反思的时候，你的眼神就会变得深邃。第三，要保持一点天真。这个天真不是让你装傻，而是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。你看那些有魅力的老太太，70、80岁了，还在学画画、学插花、去旅游，看到一朵花开依然会惊喜。这种对生活的新鲜感，会让你的眼睛里时刻有星星在闪烁。各位，眼睛是骗不了人的，你可以整容，
可以把皱纹填平，但你没办法给眼睛打玻尿酸。你心里有什么，眼睛里就有什么。一个女人如果到了50、60岁，她的眼神既有少女的纯真，又有长者的智慧，既温柔又坚定。这种反差是极其迷人的。这种眼神就像一本书，让人读了还想读，永远读不厌。所以修魅力的第2步就是洗眼，用书香洗，用善良洗，用智慧洗，把眼里的尘埃擦干净，让你那个灵魂的光透出来。第3个特征叫做语迟则贵，守口如瓶。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一句话，吉人寡言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真正吉祥的人，福报深厚的人，他的话是很少的。尤其是对女性朋友来说，修口德往往比修脸蛋还要紧迫。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一种现象，有的女人长得漂亮，穿得时髦，但只要她一开口，那个形象瞬间就崩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说话太快、太急、太尖、太碎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声音也是一种风水。你的声音就是你发出的磁场。易经里有一个卦叫做颐卦，颐卦的卦象，上下2个阳爻，中间是个阴爻，看起来就像一张张开的嘴巴。颐卦讲什么？讲慎言、语节、饮食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嘴巴这个器官主要就2个功能，一个是吃饭，一个是说话，这2个都要节制，都要小心。所谓的语迟，不是让你反应慢半拍，或者说话结结巴巴，而是说你在说话之前，要经过大脑的过滤，要经过心灵的沉淀。越老越有魅力的女人，她说话一定是不急不躁的。你看那些名门望族的老妇人，或者有大智慧的女性领导者，她们说话的时候，语速通常都比较慢，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，很有分量。为什么语迟会显贵呢？第一，语迟代表定，心定的人气才能沉得住，气沉丹田，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浑厚的、圆润的、悦耳的。反之，心浮气躁的人气是浮在嗓子眼的，说话像连珠炮一样叽叽喳喳，听的人头昏脑胀。这种急躁的声音会破坏周围的气场，让人产生焦虑感。你让人焦虑，哪里还有魅力可言？第二，语迟代表思，说话慢一点，给自己留出了思考的时间，这样就不容易说错话，不容易得罪人。很多家庭矛盾都是因为女主人嘴太快，话赶话，一句伤人的话脱口而出，结果覆水难收，伤了夫妻情分，伤了亲子关系。我们常说刀子嘴豆腐心，其实刀子嘴就是一种恶业。你心再好，嘴巴像刀子一样伤人，你的功德也漏光了。第三，语迟代表稳。一个稳重的女人是能镇得住场子的。家里发生了大事，大家都慌了，这时候女主人慢条斯理地说几句话，就能把大家的心给按下来。这种定海神针一样的作用，就是魅力的最高境界。除了语速要慢，还要懂得守口如瓶。什么叫守口如瓶？就是不传闲话，不讲是非，能保守秘密。很多上了年纪的女性，没了工作压力，闲下来了，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聚在一起讲八卦。张家长李家短，谁家媳妇不孝顺，谁家老公有外遇，讲这些东西
不仅损耗你自己的福报，还会让你的面相变得猥琐。你会发现，那些爱讲是非的女人，她的嘴唇往往是很薄的，或者是歪的；而那个有魅力的女人，她是静，她在人群中总是微笑着倾听，很少发表过激的言论，也绝不参与搬弄是非。别人把秘密告诉她，她就像瓶子一样，封得严严实实，绝不泄露。这种可信赖感会让她身边聚拢很多人，大家都愿意跟她交心，都敬重她。这种敬重就是魅力的来源。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一点，不要唠叨。唠叨是扼杀女性魅力的一把利刃。很多做母亲的、做妻子的出发点是好的，是为了家人好，但他翻来覆去讲，把关心变成了噪音。我们要记住，话多不如话少，话少不如话好。如果他说一遍没听，你再说10遍，他更不会听，反而会生逆反心理。聪明的女人懂得点到为止，用行动去感化，而不是用语言去轰炸。所以各位女性朋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可以试着练习闭嘴的艺术。想发火的时候，深呼吸数10个数再说话。想评价别人的时候，咬住舌头把话咽回去。跟家人聊天的时候，放慢语速，把声音放低1度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把说话的节奏慢下来以后，你的心也跟着静下来了，你的气质就在这一吐一纳之间变得优雅了，变得高贵了。这就是我们说的贵人语化词。你不需要穿名牌，你一张口那个从容不迫的劲儿，就是最贵的奢侈品。第4个特征叫做柔中带刚，外圆内方。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大家要了解，女性在卦象上虽然属阴，代表坤卦，但这并不代表女人就要完全软弱，完全没主见。纯阴是不生的，必须要有一点阳气在里面，这个生命力才能旺盛。现在的社会，很多女性朋友对独立这2个字有误解，特别是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人，觉得女人要独立，就要像男人一样去战斗，说话要大声，做事要雷厉风行。有的甚至以此为荣，变成了女汉子，回到家里跟老公针锋相对，谁也不服谁。我要告诉各位，这不是真正的独立，这叫阳气过剩。你是女人，你把男人的刚强全学去了，把你身上那个最宝贵的柔给丢了，那是得不偿失的。你在家里太强势，老公就没有位置了。阴阳反背，这个家迟早要出问题。那么什么才是越老越有魅力的独立呢？我送大家4个字：外圆内方，或者叫外柔内刚。你看那个铜钱，外面是圆的，里面是方的，做人也是一样。越是有魅力的女人，她表面上越是客客气气，说话轻声细语，看起来很好说话，这是柔，是阴，但她的内心非常有原则，非常有主见，你很难动摇她。这是刚，是阳，这就好比是水，你拿刀去砍，是砍不断。它很柔，但你想阻挡它奔流到海，也挡不住。它有穿透岩石的力量。这种柔中带刚的特质，到了50岁以后，会转化成一种极具杀伤力的魅力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的小姑娘要么太依赖人，一碰就碎，要么太任性，知天高地厚，
而成熟的女性，她站在那里就像一棵松树一样，风吹过来，枝叶会摆动，但根扎的深。具体表现在哪里呢？首先是精神上的独立。很多女人老了以后很麻烦，她把所有的情感寄托挂在老公或者孩子身上。老公晚回来一会儿就胡思乱想，孩子不打电话回来就觉得被抛弃了。这种叫依附，会让周围的人感到窒息。有魅力的女人有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她也许喜欢书法，也许喜欢种花，也许喜欢读书，她不需要依附谁来获得快乐。老公对自己好，那是锦上添花；老公忙自己的，我也能自得其乐。这种不所求的态度，反而会让男人更加想要靠近你，因为跟你在一起轻松，没有压力。其次是有原则的包容。我们前面讲坤德要包容，但包容不是无底线的纵容。柔中带刚的女人，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一步不退的。比如涉及家风的问题，涉及道德底线的问题，她会用最温柔的语气说出最坚定的话。这种威严不是靠吼出来的，是靠平时的修养积淀出来的。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女性，她在家里从来不发火，但全家人都敬畏她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心里有杆秤，这股正气是在的。再来就是独立而不孤立。有些女人走极端，说我不需要男人，我不需要家庭，我一个人过挺好，变得很冷漠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那不叫魅力，那叫孤僻。真正的魅力是群居守口，独居守心。我能和大家打成一片，有亲和力，但我内心是独立。我像一块玉一样，摸起来是温润的，但你敲一下，声音是清脆，质地是坚硬。各位女性朋友，你们去体会一下这种感觉。当你不再为了取悦别人而委屈自己，当你不再因为害怕失去而患得患失，当你能够温柔地坚持自己的时候，你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自信的光芒。这种光芒不是刺眼的探照灯，而是温和的月光。它能照亮自己，也能温暖别人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不需要再证明给谁看我有多强，你只需要活出那个真实的自己。你越是淡定，越是从容，大家越觉得你高贵。所以这第四个特征，就是要把阴阳调和好，保留女人的柔美，修炼内心的刚强。第五个特征非常实际，叫做顺应天时，顺其自然的养生与装扮。我一直强调一个观念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自然的规律，这叫天人合一。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你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能不能顺应。这个词有两层含义，一个是你的年龄阶段，一个是春夏秋冬的节气。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很奇怪的风气，叫少女感，好像女人只有像少女才是美的。很多50岁、60岁的女性拼命扮嫩，穿小姑娘才穿的那种粉红色短裙，梳个双马尾，脸上涂的煞白。我跟各位讲，这在易经里叫当位，什么年龄做什么事，什么年龄穿什么衣服，这叫得体。如果你不当位，不仅别人看着难受，你自己的运势也会受影响，因为你那个气场是乱的。越老越有魅力的女人，
他首先是接纳，他接纳自己的衰老，接纳脸上的皱纹，接纳变白了的头发。他不会因为多长了一根白头发就焦虑的睡不着觉，他知道这是岁月的馈赠，这是智慧的纹路。你看那些真正有气质的老太太，她穿衣服绝对不会刻意去装嫩，她会选择质地优良、剪裁合体、颜色素雅的衣服，棉麻的、丝绸的，透气性好，让人看着舒服。她站出来那个气场是端庄的、大方的，这种端庄比那个强行扮嫩的少女感要高级10000倍。我们中国人讲究精气神，你外表穿的再花哨，如果身体里那个气是虚的，你还是不好看。所以有魅力的女人，她一定是懂得顺时养生。她知道春天是生发的季节，多出去走走，舒展筋骨。夏天是生长季节，适当出点汗排排毒。秋天是收敛的季节，早睡早起，养阴润肺。冬天是闭藏的季节，把能量收回来，不去做剧烈的消耗。他绝对不会为了减肥去节食，去吃那些伤身体的药，因为他知道女人的美是靠气血养出来的，脸上有红润的光泽，那是气血充足的表现，是最好的化妆品。你看现在的女孩子，冬天露脚踝，夏天喝冰水，把子宫冻得冷冰冰的。到了老了，这儿痛那儿痛，脸上长斑，那就是年轻时逆天而行的后果。而那个越老越美的女人，她懂得爱惜自己，她喝温水，她穿暖衣，她按时睡觉。这种自律不是为了给别人看，而是为了对自己负责。你会发现，这种顺应自然的女性，她身上有一种特别舒服的松弛感，她不紧绷，不焦虑，她就像一棵顺应四季变化的树。春天开花，秋天落叶，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美。当你不再对抗衰老，而是和衰老握手言和的时候，奇迹就发生了。你的心态放松了，眉头舒展了，气血通畅了，皮肤就细腻了。你虽然老了，但你老得很优雅，老得很漂亮。这种美是可以跨越时间，哪怕你到了80岁，满头银发，只要你穿戴整齐，干干净净，气色红润，你依然是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一个。所以各位女性朋友，不要再被那些贩卖焦虑广告骗，不要去追求那些违背生理规律的所谓冻龄。真正的冻龄是心态的年轻，是身体的健康，是顺应天时的智慧。你把自己照顾好了，你的身体就会回报你，你的脸上会洋溢着一种幸福光泽，那种光泽是多少昂贵的护肤品都抹不出来的。我们前5个特征：坤德之美，眼神清澈，语迟则贵，柔中带刚，顺应天时，那都是术和化的层面。而这第6个特征才是真正的道，是万化的根源。这个特征就是心存善念，积累福报的慈悲相。各位朋友，易经坤卦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要把它挂在墙上，刻在心里。这句话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一个懂得积累善行，心存善念的家庭或者人，一定会留下很多多余的福气，不仅自己用不完，还能留给子孙后代。
对于女性来说，这一点体现的尤为明显。我们中国面相学里有一个很神秘的概念，叫阴府纹。什么叫阴府纹？它不是说让你长皱纹，而是说当你经常做善事，特别是做了善事不留名、不求回报的时候，你的脸上，特别在眼下卧蚕的部位，或者眉宇之间，会长出一些细小的若隐若现的纹路。这些纹路在不懂的人眼里可能觉得是老了，但在懂行的人眼里，那是救命的纹，那是福报的纹。有了这个纹，你遇到凶险能化险为夷，到了晚年能无疾而终。那么为什么说心存善念的女人越老越有魅力？道理很简单，相由心生。心是什么样子，脸就是什么样子。一个内心长期充满慈悲、充满爱心的女人，她的面部肌肉是非常松弛、非常柔和，嘴角会自然微微上扬，哪怕不笑的时候，看着也像在笑，这叫菩萨相。大家去寺庙里看菩萨的像，为什么我们一看到菩萨心里就觉得很安稳，很想流泪，很想倾诉？因为菩萨的脸上写满了慈悲。慈悲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化妆品，它能软化一切坚硬的线条。反之，如果一个女人心胸狭隘，见不得别人好，整天算计这个算计那个，心里充满了贪嗔痴，那么久而久之，她的脸上会怎么样？颧骨会横张，眼神会变得很厉，腮帮子会鼓出来，甚至脸上会长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黑斑或者痣。这就是内心的毒发出来了。这种人哪怕穿金戴银，哪怕整容整得再完美，你站在他身边会觉得冷，觉得不舒服，会本能的想远离他。这就叫没有人缘，也就谈不上什么魅力了。我这一辈子见过很多女性，有的人年轻时风华绝代，老了却一脸横肉，那是福报耗尽了。有的人年轻时普普通通，老了却变成了一个慈祥的老奶奶，谁见了都想叫一声奶奶或者大姐，都想去帮扶一把。这就是因为他修了一辈子的善心，最后修成了一个强大的磁场。这个磁场是会发光的。西方现在的科学也在研究，说人的身体会发出能量波。著名的霍金斯能量层级图告诉我们，慈悲、爱、宽容这些能量的振动频率是最高的，而愤怒、羞愧、恐惧这些频率是很低的。一个越老越有魅力的女人，她一定是一个高能量的人，她走到哪里就把光带到哪里。她在菜市场买菜，会对卖菜的小贩说声谢谢，不会为了几毛钱去为难人家。她在小区里散步，看到流浪猫、流浪狗会生出怜悯之心，对待家里的保姆钟点工，她像对待家人一样尊重。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，但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正是这些无数的小善，一点一点滋养了他的心田，最后全部写在了他的脸上。这种魅力是超越了性别的，男人敬重他，晚辈爱戴他，同龄人羡慕他，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。而且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女人心善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好看，更是为了旺夫益子。母亲的善良是子女最好的风水。一个善良的母亲教出来的孩子多半也是厚道的。厚道的人在社会上也许会吃点小亏，但终究会得大福报。
如果母亲刻薄势利，教出来的孩子也是精明算计，那最后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所以各位女性朋友，到了人生的下半场，请把你们关注的重点从那张脸转移到这颗心上来。每天晚上睡觉前问问自己，我今天有没有生恶念？今天有没有做一件利他的事情？当你开始修这颗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睡眠变好了，你的气色变红润了，你家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矛盾变少了，因为你的心变了，你的世界就变了。这就是易经告诉我们的终极智慧，吉人自有天相。你只要负责善良，老天爷自有安排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我们这6大特征坤德之美，眼神清澈，语迟则贵，柔中带刚，顺应天时，心存善念，就全部讲完了。我相信如果这6点你都能听进去，并且哪怕只做到了其中的2、3点，你后半生的命运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讲的这6大特征，坤德之美的包容，眼神清澈的智慧，语迟则贵的修养，柔中带刚的平衡，顺应天时的自然，以及心存善念的慈悲。这6点看似是在谈论女人如何变美，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论一个人不仅仅是女人，也包括男人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。易经告诉我们要尽德修业。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这个德就是你最好的妆容，这个业就是你经营好自己、经营好家庭的这份功课。我很喜欢一句话，美人在骨不在皮。这个骨指的不只是骨骼，指的是风骨，指的是气节，指的是你内在那个立得住的东西。皮囊终究是会朽坏的，这是谁也逃不过的自然规律。秦始皇想求长生不老，求不到武则天那么厉害，也抵不过岁月。既然挡不住，那我们就不要去挡，我们要去转。怎么转？把岁月带给你的沧桑转化成阅历，把生活带给你的磨难转化成智慧，把年龄带给你的衰老转化成慈祥。当你完成了这个转化，你就战胜了时间。我常常跟很多人讲，女人是家里的定海神针，一个家庭幸福不幸福，80%取决于女主人。你修好了自己，你就修好了整个家的风水。你把自己修成了一尊佛，那你家里就是佛光普照。你把自己修成一块玉，那你家里就是温润如春。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修什么修，还讲究什么魅力，凑合过吧。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。人生的修行是没有退休那一天的，哪怕你80岁了，只要你还活着，你就要展现出80岁的美好。你要给你的子孙后代树立一个榜样，让他们看到原来老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原来老了以后可以这么从容，这么优雅，这么让人尊敬。这难道不是你留给孩子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吗？从今天开始，希望各位女性朋友能把这6条标准记在心里。不需要你一下子全部做到，那是不可能，那是圣人的境界。我们只要每天做一点点，比如今天老公发火了，我忍住没回嘴，这就是在修坤德。比如今天看到一个八卦新闻，我想转发，后来忍住了，这就是在修口德。比如今天出门前，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一下，说了一声谢谢你辛苦了，这就是在修善念。日积月累，你会发现你的面相变了，
眉心的川字纹变浅了，眼神变亮了，身边的人越来越喜欢跟你在一起。那时候你就真正读懂了易经，你就真正掌握了命运的主动权。最后，我要送给全天下的女性朋友一句话：岁月从不败美人。真正的美人是在时光的长河里，把日子过成了诗，把自己修成了光。愿你们都能成为那个越老越有魅力、越老越有福气的女人。